比特币下一笔交易机会什么时候会出现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，请随我看下去。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加入 WSOT 科比托战队。目前我们已经有704位朋友参加，我们是全球排名第9，人数多的战队。那根据比赛规则，人数越多的战队越有机会赢得名次、瓜分奖金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自掏腰包，现在距离比赛报名结束呢，还有大概13天左右。那我每一天都会从参加科比托战队的朋友里面抽出3位朋友，各获得30 USDT。你可以发现呢，这个是邮件啊，你只要把你的证明啊截图，并且发送到科比托助理信箱。像昨天这位朋友他就发送了他的证明，那么我们就直接转账给他。你可以发现我们就直接内部转账给他，然后成功了。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获得这现金的话，这些现金的话呢，只要加入我的战队就可以瓜分。那我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也会直接抽出3位朋友，以示公平。那我们会把抽奖结果呢直接发布在留言区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吧。有些朋友说我们会讲的矛盾，那我个人反而是不认为有任何的矛盾。其实我们从日线上呢，我们还是在走多头，虽然说它有衰弱，不过它还是在走多头。那通常行情它都是有惯性的，而且通常行情呢会走的比大家预想的都要更远一些，通常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现在在日线走多头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个人考虑的就是回调多，只做低多。那么其实我们在之前啊，我相信在之前这种地方，很多人可能有加仓多单，或者说追多的，其实是不适合的。我们要做的呢，其实是低多，要找一个低位多，这个才是价位好，真的是关键的。尤其我们做的又是合约交易，又是带有杠杆的。那我们来看当前的盘面哦，日线上我们要找做多的机会，其实入场点呢，我们一定是从4小时开始辨别的。从4小时你可以发现哦，虽然说我们在找机会，可是4小时它其实是在走着空头走势。那在空头的背景之下呢，它其实就不适合，或者说我们在等待的信号呢，它还没有出现。那之前呢，走这段行情的时候呢，当时我会认为，信号它有可能出现做多的信号，或者说我们下一段行情开始的信号，它有可能已经出现了。不过我们在随后的行情呢，又可以证明说，原来这个上涨的可能性啊，成为一波新的多头的可能性呢，是已经瓦解了。所以我在当时呢，走出这段行情的时候，我就有入了一张多单哦，仓位比较小的底仓。那它出现后面的这种 K 线之后呢，我就原价离场。那这也可以表明价位的重要。虽然说这个是比较左侧，那其实我们在入场的时候呢，可以考虑全部都是分批。像我现在都是走分批了，就是左侧一些，然后右侧再慢慢加仓。那直到它真的走出一段大行情的时候呢，其实价位也不会太难看，那仓位呢也已经加满了。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，至少是我个人试过最好的。那其实以当前的情况来看呢，我们走掉之后呢，就可以证明啊，它还要再找一个好的上涨的初期呢，它就还需要时间哦。以目前来看呢，它要在短期内走出，感觉就不太可能了。至少它还要再走一段时间，还要再震荡一段时间，它才有可能走出我们下一段多头的行情的起点。所以，虽然我们在日线上呢，我们找的是低多的机会，但是我们从4小时上啊，我们一样是在走着空头，而且目前呢，感觉空头是挺强势的。那我们也没有出现什么多头很明确的强势的信号，没有出现什么入场的信号，所以我们在4小时呢，我们找不到入场的价位。但是我也没有做空，因为如果说做空的话呢，其实它就是违反了整个日线的趋势的，只是我们4小时在走空头而已，所以我找不到机会做。好，那我们再谈一下整个大结构啊。其实我们从日线上看呢，我们在之前呢，我们就有谈到，我们的上涨呢，基本上可以分为2段。这是第一段的上涨，它走的是3波的这种上涨。那中间呢，它走了一大波的回调。当然呢，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用不一样粗细的线来表示。那我们在后面呢，我会认为啊，我们还要再走一样的这种3波的上涨。那这3波的上涨呢，我
至少以当前的盘面来看呢，我认为它走的呢不可能像前面这么强，而且它会比我之前预想的要来的更弱一些。毕竟我们这波回调呢，它真的回调的太久了，然后它第一波啊也走的太弱。你可以看一下相同级别之下，我们第一波，现在的第一波就是走这样子而已。那我们来回看我们之前的第一波啊，哇，一样是3浪的第一波，它走的是这么样的强劲，所以可见我们即使后面还有一浪，它也不可能像我们之前走的这么强，一定会弱很多的。那么你可能会说，你怎么确定这个点位啊？它还没有出来啊？还是你这个回调是什么时候结束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波浪它重的是结构，并不是点位，所以这个点位呢，其实我也是不清楚的。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前面的，像前面这种回调呢，它走的我们来测量一下，它走的其实就是碰到了 0.5 跟 0.618 之间啊，所以是 0.5 跟 0.618 之间的一个回调。那之后我们就开启第二波。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它的回调呢，如果说也走成像前面一样是 0.5 到 0.618 之间的话，那其实也蛮合理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其实真剑的部分已经碰到了 0.5 了，那实体呢是在382左右。那如果说是到了 0.5 到 0.618 之间的话，其实就跟上一次的就匹配了，就非常相像了。以它回调的幅度来说，那其实我们以当前的回调的点呢，如果我们画一条趋势线呢，在这个地方画趋势线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发现，其实我们的针尖已经碰来这个趋势线了。那么我就会认为，如果我们在测试到我们前面的针尖也就是如果我们有 K 线实体回来我们之前的针尖的话呢，那就是非常非常不妙啊，大概在28500左右。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接下来会很重点注意的地方。如果说它还有实体部分还可以在这个地方游荡的话呢，那我就会认为比特币真的是岌岌可危了。好，我们再回到4小时吧。回到4小时呢，其实我们刚有说到，我们一直在等待日线它有一个低多的机会。不过我们就切小级别要找入场机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4小时它走的是空头很强劲的一波趋势。空头还算是比较强劲至少比多头强劲很多。那多头并没有出现什么值得入场的信号，至少目前看来是没有的。那前面这个已经破灭了。那既然我们在走空头我们一定画得出一条下降趋势线，而且是唯一的一条。那我们在之前呢，我们是画这一条。那我认为这一条呢，它已经完全不值得我们注意了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是它已经被突破了。那既然它已经被突破的话，它其实就没有效力了，至少我认为它没有参考价值。那再来是我们中间其实出现了3个接触点，而且这3个接触点呢，它并不是能够太对齐的那中间它留白的地方其实也挺多的，所以其实我们这条趋势线呢，它就并不是很经典、很教科书级别的趋势线。那既然我们这条线已经失效了，我们就真的不用再考虑它了。我认为呢，我们现在真正重要呢，我们应该很注意的是这条趋势线。这条趋势线呢，它在上面有很明确的4个点，比我们刚刚说到的3个点呢还要来的更多。那其实趋势线看的就是接触点多，虽然说中间有留白但是4个接触点，我认为它一定有效，而且它还没有被突破。那这条线也是属于比较缓的趋势线所以我们接下来呢，如果说突破这里的话，我们才有机会迎来我们下一波的多头。如果连这里都没突破，连这条趋势线都没突破的话呢，我们要说下一波多头，这个完全没有任何机会的。那现在我们在下方比较重要的支撑就是在29000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拼的是什么呢？拼的就是它先跌破29000，还是先突破我们的趋势线？哪一个先发生呢？其实它就可以预示着接下来行情的多空了。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感觉空军是比较有优势的从4小时来看，空军是比较有优势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贴着29000的位置呢运行了很久了，这个不太好因为如果说一个好的支撑，它就应该产生需求，就应该产生反弹。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现象呢并不是很明显，那我自己也是比较担心的。好，我们再切到1小时吧。在1小时呢，你可以发现中间它走了一个很大的这种洗盘往下之后呢，立刻拉起来，拉起来之后立刻往下砸，来回的这种画门插针
那走这种行情，它肯定是在洗盘了。其实我们在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已经震荡了1个半月左右了。1个半月是一段很长时间的震荡，算是蛮长的。就以一个中继的角度来说的话，真的算是很长了。那其实如果说做趋势的话，在过去的至少10几天吧，做其实都是不正确的。就第一个是在我们前面啊，这个下坡不算了，在我们前面这个箱体呢做，其实都是不正确的。如果你做的是趋势的话，或者说在后面这里做，其实也是不正确的。或许在这个地方做的话，不能说它不正确，但是我们前面走的行情呢，它真的就是震荡。那其实震荡久了，做趋势的真的就要预备了，因为表示我们下一波趋势呢，很快就会到来了。至少我自己都是这么想的。而且呢，我们在这里啊震荡了这么久，它一定可以引领一波很不错的趋势行情的。那这个是我接下来一定会好好把握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要很注意我们刚刚所说的比较关键的价位。那如果说它真的做动作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义无反顾的加入那一方，然后最终就可以获取利润了。好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的 WSOT 科比托战队。那我们就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得奖者吧。等等哦，我们现在的战队人数呢有705人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就从1到705之间呢，我们就选3个数字。好，那我们就抽了，好，14号、369号还有604号获奖。非常恭喜这3位朋友，欢迎这3位朋友呢，寄相关证明到科比托助理信箱，然后领取现金奖励。这个是现金啊，直接转账的，不是什么体验金什么的。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WSOT 科比托战队的链接，也很欢迎大家可以使用 Bybit， 现在 KYC 入金100美金就赠送1000美金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